大家好，我是小磊。这段时间白嫖了很多摩托车，但今天的视频聊起摩托车的周边行车记录仪。其实行车记录仪的品牌特别多，比如有 HFK， 比如有这个摩托 Deep， 比如有突破者，比如有思奇科技。但是今天这个品牌叫万企欧，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品牌，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万企欧应该是一个专门做汽车的行车记录仪，这应该是他们家的第一款摩托车的产品 F1， 也就是万企欧的摩托车专用的行车记录仪 F1， 在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其他品牌的行车记录仪。但是我对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因为我骑过的车型上面从来没有装过外置的行车记录仪，所以的话肯定要请一个对这方面特别懂的兄弟来给大家介绍。所以的话，有请我的好朋友哈勃，他会给大家系统性的，包括从专业的角度以及放到车上它的各方面的功能怎么样，他会做一个很完整的介绍。大家好，我是哈勃，今天为大家带来万企欧 F1 的讲解视频。那么话不多说，我们进行开箱。当我们打开盒子的时候，可以看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一张64G 的内存卡，以及这个车辆如何安装的说明。第一个盒子，电线、安装支架；第二个盒子是一些小器材，第三个盒子是主机以及线缆和一张擦镜布，包括我们的说明书以及摄像头线缆。那么包装内的所有物品都已经展现在大家眼前，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的介绍。首先看到镜头模组，使用的是索尼的 IMAX415镜头，并且搭配了专用的 4K 线束。后摄像头使用的是 1080P 的索尼 IMAX307 摄像头，并且采用了航空接插件。同时，万企欧提供了一个支架，作为前摄像头的车把固定。可以看到1/4螺纹接口，当接入之后，固定在车把上，可以方便用户自行选择拍摄角度。主机方面，万企欧采用了5主屏幕的设计，全金属的机身，4个不同规格的接口，避免误接线。同时采用了螺丝固定的 SD 卡槽盖，搭配了一个带有通风散热功能的底座，方便车辆安装之后的拆卸。作为一款无屏幕的主机，按键是必须要搭配的。按键采用有线连接，提供了语音控制、拍摄、电源、麦克风、扬声器5合1的一个设计。在主线部分可以看到，万企欧在接线部分贴心的使用了标签，标明了 ACC、地线以及电池正极。配合这张简易的安装说明，可以让所有用户傻瓜式的进行安装。同时，足够长的线缆也为用户安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值得一提的是，万企欧赠送的这张64G 的内存卡，在官方说明中，其主机最大支持512G 的扩容，想来这也是应对4K 的一个设置，避免了内存不足。OK， 下面的视频我们就把这台万企欧的 F1装到这辆斯巴达900上面，按照它这个布写图，其实很简单，控制器、后摄像头、前摄像头，然后是它的控制手柄，按照这个步骤直接装上去就可以。那么我们的预设位置是在坐垫下方安装主机，这边是进气口，我们在进气口这个空余的位置来安装它的走线。那么下面我们开始安装。那么我们选择把摄像头位置呢安装在我们这个把手的左侧，用它配送的这个胶皮呀和支架把它固定在把手左侧。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更好的视野，这样子是拍前面的路面，这样子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拍摄。同时，假设我们的左边有一个车友，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左边一个跟拍。用4K 的摄像头去当一个前置摄像头同时搭配一个支架，这是一个可以为你省去一个 GoPro 甚至是 Insta360的一个好方法当然功能上可能不能完全能够概括，但是使用场景一定会有。那么我们的后摄像头呢，也选择一个常规位置我们安放在这个
尾灯的正上方，从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进行安装。那么我们再来接这个主机的一个所有接头，一定要记住，所有的线束一定要在电源线之前接，避免在插线的同时电涌导致这个线材或者器材的损坏。可以看到这根是电源线，我们最后接。这根是我们的遥控主控线它有防反差设置，会有个缺口，所以很简单。然后后摄像头像这种插头，包括航空插头也好，还是普通插头也好，一般来说现在设计上都会有一个防反差我们就说防呆设置。这个也是一样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角落一个卡槽，对应这个卡位推进去。那么根据常理的说明要听咔嗒一声，就是刚刚这声咔嗒一声一定要有，没有的话呢是有安装风险在的。好，我们把这个线理完。好，经过我们大约5分钟的线束整理跟检查所有该固定的位置固定起来，然后呢确保这个线是自由松动的，并且呢有一定的余量去前后运动我们包括将车扶直，左打右打，所有线束全部有一个余量。之后确认所有的安装部位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最后一步接上电源。然后将所有的线束合理的安置在该有的位置。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关座。那我们已经结束了布线的环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全车的软件设置到底有哪些步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设置环节。首先我们将这个遥控器安装到了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直接打开可以看到灯光已经开始闪烁。我们预先调好了它的设置，所以现在是中文语音开始录影 ，WiFi 开启。这个时候会显示开始录影 WiFi 开启，那么连接设备 WiFi 已连接。好，这就是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界面。那么可以看到语音控制、照相，然后这个是相册。这边因为我现在只开启了前摄像头，所以可以看到前后摄像头的这个转换是未开启的。在这个按键点进去之后，会出现一个骑行时长就是它在官方的一个文件里说的一个录书的功能。为了方便我们去设置它这个拍摄位置，它也很贴心的给我们画了一个十字线是可以切换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功能，可以看到同步手机时间，然后因为语言我们设置成了简体中文，然后 WiFi 名字、分辨率，包括视频2合1、循环录影、语音提示、灵敏度可以看到这里一些它的参数设置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一般像我们比较需要使用的呢，一般来说是这个曝光补偿，这个涉及到我们在骑行时候的环境亮度。然后语言它确实是有蛮多的语种的，虽然不确定，但是刚刚我从英文换到了中文之后，它的这个小喇叭上的这个提示音，它喇叭上的提示音也同步切换到了中文。之后分辨率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开启的是单独车前的 1080p 30帧它也有车前加车后，也就是双摄像头，但是它的双摄像头呢，在宣传里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2160p 加 1080p。那么 4K 这个选项呢，是单独在前摄像头里面会有单独的 4K， 在2个摄像头通用的时候呢是没有 4K 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什么情况下，它的帧数永远是30帧。对于行车记录仪来说呢，30帧已经够用了。
但是如果说帧数更高呢，肯定是更有优势。然后它之前在官方视频里有着重讲过这个视频2合1。视频2合1就是两个视频在这个区域里面前后会组成一个小的视频，就卡在这个框这个位置，然后它会实时的显示前后。那么像别人的有屏的那些牌子呢，像这个东西就可以作为一个流媒体后视镜你可以在你的显示范围内看到你车后的情况。那像现在这种情况，我用手机代替呢也是可以的，包括指示灯、WDR、车后镜像包括它甚至可以设置车牌号这个在有一些情况下有车牌号这个设置的话，在这个视频里面显示出来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么缩时录影现在是关闭的，而且它有停车监控，也就是说我在关机使用了这个3级灵敏度的碰撞监测之后，我的车一旦在停车状态下被人触碰，它就会开始录影。那么我们现在就去打开它，包括 GPS 设置密码呀，现在有里程统计包括音量、提示音光源频率。可能很多人不清楚这个光源频率是什么概念。光源频率这个东西会涉及到你在拍摄的时候，如果50赫兹跟60赫兹跟你的另外一个拍摄的设备不兼容的话，它在拍摄出来之后会有一个明显的波纹很明显的波纹。那么这个50跟60赫兹就是用来匹配消除波纹用的。最重要的这个骑行的视频，我们一会儿到下面去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拍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外面的公共道路上，那么接下来我会用这个记录仪去根据我们实际的需求以一个安全合法的一个方式去测试它的所有功能，包括 4K 的前摄，包括前后的双摄，以及待会儿我们把摄像头调转回来用 4K 对自己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准备出发。好，现在我们固定好了这个摄像头的角度跟位置，现在用的是 4K， 我们出发。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没有办法确定这个风噪的处理会怎么样，我只能在对着这个手机屏幕大声说话。手机呢位于这个摄像头的正后方开始紧急录影。好，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2个方向前后双摄。现在天上也是开始下起了小雨。因为我们这边可能有个手机支架跟手机挡住我们这边相对来说 4K 怼脸的视角可能有点怪怪的，尽量保证它这个视角相对来说能看到脸。因为这个麦克风的位置，说实话，在我的手前面，离我们这个嘴部发出的位置呢是相对较远的，所以我不能保证这个收音效果怎么样，也算是在测试一下它这个收音效果。因为它在官方说明是有项功能的，它在官方说明里是有项功能的，它是可以语音控制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测一下它这个麦克风的状态。到现在，我们整个万奇欧 F1 的测试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在之前的视频素材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1080p 后摄跟 4K 前摄。包括它双开的同时 2K 加1080p， 这个实际使用情况已经是完全足够在一个车辆行驶途中作为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足以证明万奇欧这个品牌它有它的独到之处。它的优点呢是我们的这个遥控器集成了喇叭跟麦克风，同时它全中文的一个语音播报，这是一个亮点。在任何情况下你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它语音播报的内容。比如说在遇到颠簸时候开启紧急录像模式，
这些东西都是能很清楚听到的。开始紧急录影。同时，它的3盏灯，一盏蓝灯，一盏绿灯，一盏红灯，可以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视觉感官啊。电源是否开启，录像是否正常录像，然后各种功能是否开启，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对于记录仪的价格而言，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做评论，因为在网上你可以找到各种价格、各种规格、各种型号、各种品牌的不同的行车记录仪。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好用的，也有不好用的。这个东西到最后它只是一个给你提供一个后手，给你留有一个证据证明你骑车是怎么样，你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了问题。从这2天对爱奇欧这款 F1 行车记录仪的整体的使用，包括安装、包括调试的过程中，我得出这么一个答复，就是万奇欧的这款记录仪呢，它是一个合格的，而且颇有亮点的一个行车记录仪。单纯的行车记录仪的产品中，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这一期万奇欧 F1 行车记录仪的测试呢，整体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次有缘再见。